在游戏里有5处悲剧的野外小屋，有些是天灾，有些是人祸，每一个都耐人寻味，值得探索。第一个野外小屋在地图上的这个位置，这里就是游戏里大名鼎鼎的熊屋，因为里面有一只大灰熊而得名。如果玩家第一次来到这里，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武器，如若不然，很有可能被这只大灰熊直接给带走。等进到屋里以后，就会发现满地的血迹，一个男人早已经饮恨西北，看来是刚才那只大灰熊的杰作。收刮抽屉可以找到一封信与一首诗，是男人写给自己妻子的信函。原来男人在这里为妻子建造了小木屋，他急切渴望女人能尽快来到他们这个新的家，没想到却不幸发生意外，从此2个人阴阳相隔。第二个野外小屋在地图上的这个位置，来到这里就会发现这个小木屋门窗都被封了起来，没有办法正常进入，玩家需要使用暴力强行闯入。等进到屋里就会发现2个孩子的尸体，他们已经死了许多天。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可以找到一封信，是母亲写给这2个孩子的。她因为出门去讨债，不放心这2个孩子，所以就把门窗都给封了起来。结果母亲却没有按时回来，后来2个孩子吃光了所有的食物，最后被活活地饿死在家中。玩腻了常规玩法的小伙伴可以去给游戏打一个帽子，打上帽子以后就好像开启了游戏。给大家介绍一个打帽的工具，玩家动力，里面有上万款游戏帽的，简直就是 PC 游戏玩家的福音。荒野大镖客各种好玩的帽的应有尽有，比如这个初音未来防尘风衣的帽子，只要安上了它，立刻就让咱们的亚瑟变得帅帅的。还有这个掩埋尸体的帽子，只要有了它，尸体瞬间就变成坟墓，再也不怕被通缉了。一键安装，一键卸载，操作非常简单，并且全都是中文界面。第3个野外小屋在地图的这个位置，来到这里就会发现有白烟从里面冒了出来，同样这个小屋无法正常进入，需要强行闯入。等进到里面就会发现惨烈的一幕，一家5口人死于非命。看他们脸上乌黑的模样，再加上满屋的烟，推断他们应该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。当咱们来到烟囱这个地方，就会发现烟囱已经断为2半，屋里大量的烟就是从这个地方冒出来的，看来他们却是死于一氧化碳中毒。第4个野外小屋在地图的这个位置，这是一个被陨石袭击的小屋，屋里的情景更为悲惨，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。地上陈列着3个人的尸体，其中2个人的尸体扭曲变形，仿佛是在做高难度的瑜伽一般。最惨的是中间那个人，他的尸体已经化整为零，地上到处都是他的零部件。在地板上有一个被陨石砸出的大坑，靠近这个大坑就可以获得一块陨石。第5个野外小屋在地图的这个位置，来到小屋的门口就会发现大量的血迹，等进到屋里就会看到一对男女倒在了血泊里，他们是被人用乱刀砍死的，凶手的手段极为残忍，尤其是对女人所做的，简直是令人发指。女人的双腿失去了大量的肌肉组织，白骨清楚可见。从小屋出来就会发现一条血迹，顺着血迹最后就能找到一个女人的尸体，这个女人就是杀害那一对男女的凶手。她因为爱而不得，先是用砍刀杀死了男人，然后又用残忍的手段杀死男人的妻子，最后用手枪将子弹射入自己的脑袋。真是乱爱有风险，交友需谨慎。这就是游戏里悲剧的5处野外小屋，你都找到了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